歡迎大家收睇全新嘅系列地理知識。咁呢個系列咧，我會介紹唔同嘅國家嘅文化啦，唔同國家嘅歷史啊，嗰個國旗嘅結構係點樣嘅。咁睇呢條片之前，記得訂閱我嘅鐘仔啦，subscribe 嘅 channel 啦，以及 like 同埋 share 呢條片出去嘅。咁我哋而家開始。咁今日第一集啦，我哋會講一個位於東歐嘅國家，呢個國家叫做黑山共和國。要了解一個國家，首先要明白佢嘅國旗嘅結構啦，佢個國徵啦，以及隨後明白佢哋嘅歷史啦，跟住再明白佢哋依家嘅文化，有嚟人口啊、經濟啊等等等等嘅嘢，逐步講嘅。咁我哋而家開始。咁黑山嘅國旗咧，佢哋嘅背景色咧就係深紅色，咁四周咧都以金黃色嘅框框咧就框住個國旗嘅，而中間嗰個咁嘅動物咧，嗰個鷹咧就係佢哋嘅國徵啦。咁佢哋嘅國徵咧就以金黃色嘅雙頭鷹咧就稱為佢哋嘅國徵，入邊獅子嘅圖案咧亦都係稱為佢哋黑山嘅國徵嚟嘅。咁黑山嘅國名係點樣嚟嘅咧？黑山嘅英文名叫做蒙迭尼高，係意大利文嚟嘅。蒙迭喺意大利文嘅意思咧，即係代表山嘅意思。尼高嘅意思咧，即係代表黑色嘅意思，係為咗避免有種族歧視喺黑山出現嘅。咁呢個就係代表佢哋嘅國名、國旗嘅特徵嘅結構，同埋佢哋嘅國徵嘅由來嘅。黑山呢個國家由19世紀至到2006年，呢段時間佢嘅歷史係好恐怖㗎。我哋而家一齊探討下黑山嘅歷史到底點解會咁恐怖嘅。話說喺19世紀一次柏林會議中，黑山係正式被承認為獨立國家。1910年，黑山就改名做為黑山王國。隨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黑山就加入咗協約國，就同塞爾維亞結盟，隨即就打奧匈帝國。但奧匈帝國頭兩次嘅攻勢係失敗㗎，但喺第三次嘅進攻入邊，奧匈帝國係完完全全佔領咗黑山㗎。隨後1918年，塞爾維亞軍等協約國嘅軍隊亦都佔領埋黑山呢個國家。所以喺一戰結束之後，塞爾維亞嘅主導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以及黑山同埋塞爾維亞呢四個國家組成一組，改一個新嘅國家名叫做南斯拉夫。隨後1年後，反對派就發起咗呢個聖誕節主義啊，又名為聖誕節起義，但係就俾塞爾維亞軍鎮壓，所以呢個起義或者呢個主義係無法成功㗎。隨喺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軍就入侵南斯拉夫，意大利軍就入侵亞爾巴尼亞以及黑山。亞爾巴尼亞當時仲要係一戰後為一個新起嘅國家，但係意大利軍就入侵咗亞爾巴尼亞同埋黑山。喺二戰時候，黑山所以都成為咗意大利控制下嘅一個保護國。隨後二戰結束，德軍就撤出咗南斯拉夫，而南斯拉夫亦都歸返黑山，係成為佢哋嘅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一嘅。隨後喺20世紀末，南斯拉夫嘅各國都想宣布獨立，例如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等等嘅國家亦都想宣布獨立，但係得兩個國家塞爾維亞同黑山未想宣布獨立。於是黑山喺1992年進行獨立公投，95% 嘅人認為黑山應該要留喺南斯拉夫，但其後因為嘅政府喺1996年同塞爾維亞嘅政府宣布斷絕關係，自此黑山就自行制定咗經濟政策，就改用咗德國嘅馬克，即係依家嘅歐元，所以塞爾維亞用嘅蒂立克幣已經唔係黑山法定嘅貨幣啦。後來佢哋嘅政府嘅掌權同塞爾維亞嘅關係
更加恐怖、更加斷絕。所以喺克薩接下來嘅南斯拉夫同埋科索沃嘅戰爭入邊受到嘅損傷係好嚴重。塞爾維亞嘅局勢就穩定得多啦。隨後佢嘅塞爾維亞嘅政府就宣布被迫下台，西方咁就因為支持黑山嘅獨立，暫時轉向支持維有現狀態嘅聯邦狀態。但塞爾維亞同黑山嘅關係並沒有改善。後來喺歐盟嘅協調之下，雙方喺2002年簽訂咗一個貝爾格萊德協議，決定將聯邦邊為由兩個各自獨有經濟、貨幣以及關稅決定權嘅半獨立 self-independent 嘅國家所組成，又改名為塞爾維亞與黑山。隨後06年嘅獨立公投，獨立派以55.5%嘅微弱優勢，決定終止同塞爾維亞嘅聯邦關係，啱啱好即係超過歐盟嘅有效結果票數，所以黑山喺2006年正式宣布改名為黑山共和國，即係依家嘅黑山共和國以及依家嘅塞爾維亞。黑山目前嘅經濟係以服務業支撐㗎，其次係製造業、農業以及旅遊業。而黑山嘅製造業主要係有鋁材、鋼鐵業，其次係農產品加工。根據 GDP 年度增值率喺2019年，黑山增長咗 4.06%， 而黑山嘅旅客入境2021年1月1號最新嘅數字表示，黑山旅客入境係高達10萬人，相對較於1月12號喺2020年嘅4944人有所增長。所以旅遊業對黑山嚟講都係重要嘅經濟之一。而黑山嘅人口喺2018年嚟講，大概係有63萬，黑山人係佔 44.98%， 塞爾維亞人係有 28%， 波斯尼亞人係有 8%， 阿爾巴尼亞人係有 4%， 而黑山係有 72% 嘅人係信奉東正教，即係屬於塞爾維亞正教會，而 19% 嘅人口係稱為穆斯林，包括有阿爾巴尼亞人、波斯尼亞人信奉穆斯林。而係有少數人喺科托爾灣呢個地方係有少少嘅天主教徒㗎，多數係波斯尼亞人。黑山呢個地理，東北部係為塞爾維亞，東部係為科索沃，東南部係為阿爾巴尼亞，西北部係為波斯尼亞以及克羅地亞，西南部就屬於亞得里亞海，就係地中海嘅其中一個部分。而佢哋多數旅客去嘅地方係叫做科托爾灣，係為歐洲位置最靠南嘅峽灣。而佢哋亦都有一個古城科托，依家係被列入世界遺產之一㗎啦。佢哋亦都有中北部嘅一個山峰，係為境內第一個高峰，海拔有2522米。依家嗰個地方都已經被列入為世界遺產。以上係講關於黑山嘅國旗嘅結構、國徵、歷史、人口、文化、經濟等等嘅知識俾大家，等大家了解黑山更多。往後嘅時間，我會喺呢個系列會出唔同嘅國家俾大家認識唔同嘅國家、唔同嘅文化以及唔同嘅歷史俾大家去認識嘅。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share、subscribe and comment 喺個 channel。有咩國家你想我去講嘅，亦都可以喺下面留 comment。我哋下一集見，拜。